你知道我为了这一天我付出了有多少吗？当你看见我给你准备的这个礼物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认可我，认可我。我带你去看我的哥哥，大帅府。别动！干什么？别动！子然，你不要命了！把枪放下！子然，不能放！白小姐，请不要乱来。你别看我现在这样，我可紧张得很。你还真是不要命呢！把枪给我，我要杀了他！今天谁要是敢拦着我，谁就别想活着从这儿出去。白小姐，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，可是方德生应该得到的是法律的制裁，而不是被你在这儿随意处决。他杀了我父亲，这是我们白家的事儿，他必须死。我同意，但不是现在。为什么？白小姐，你能坐稳你的位子。方德生是刺杀白大帅的唯一嫌疑人，现在证据确凿，定罪根本花不了几日，定罪之后就会登报昭告天下。白小姐，你到时候就可以公开处决他。全军上下谁敢不服，也是民心所向。而今日，如果方德生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大牢里，那白大帅案就会永远地蒙上一层迷雾。而你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，你就不怕别人在背后戳你脊梁骨吗？想要跟我谈条件啊？放开我！那白小姐，你能不能冷静下来，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件事？我们白家人不是不讲道理的。子然，枪放下。对不住了，白小姐。审讯过程需要多久？证据确凿，最多10天。你只有3天，前提是方德生交我大帅府看管。不行，陈思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方德生精通催眠术，又在你身边潜伏多时，你就不担心他在大帅府留有什么后手吗？那我又凭什么相信你们江城警方呢？好，那咱们互相监督就好了。但这3日内，方德生必须留在鬼山监狱内，由警方和白家军共同看守。你意下如何？3天。3天后，方德生交由军方，我要在3军面前枪决他。如果法律允许的话，我们没有意见。留下2个武装牌，这3天，鬼山监狱如果飞进去一只蚊子，我都唯你是问。是。岳不姐，岳不姐，你怎么样？岳不姐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没事，没什么大碍。方德生呢？在鬼山监狱里，我跟白灵溪已经谈过了，
江城市法院需要在3日之内对方德生进行公审定罪，之后怎么？之后白家军会在广场上对他进行公开处决。啊，袁不解，你之前在方德生的梦里都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，还有些别的。别的东西？方德生为了这一次的复仇计划了这么久，我怀疑他很有可能在一些我们没有发现的地方留有后手。在梦里我质问他的时候，他显得很动摇。我依稀还看到了白府的画面，当我想再深一步挖掘的时候，就被白灵溪给惊醒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方德生接触白灵溪，不单单是为了谋杀白大帅这么简单？我不知道。总之，陈思，明天你务必去一趟白府，看看白灵溪和白府上下的人有没有异常。还有，一定不要让方德生再接触监狱以外的任何人了。鬼山监狱那边你就放心吧，有关于其他们在看守着。至于白灵溪，我看他今天是真的想杀方德生，没有被控制的迹象。不过明天我还是会去一趟白大帅府，以防万一。好。袁不解啊，如果方德生真的没有后手了，也就意味着3天之后就是他的死期。这样的结果，你能接受吗？毕竟他是你。这些年能支撑我活下来的唯一理由，就是我能抓住杀死曾毅的凶手，我能亲手为他报仇。没想到，这个人，他是我的骨肉至亲。那天在福楼想起这件事，我就很怕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白灵溪可以在那一刻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。如果换成我能吗？无论如何，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，绝不是你的错。你知道在梦里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，如果我没有失去童年的记忆，那现在在鬼山监狱的人就是我。这所有的都应该是我干的。不是的，袁不解，看着我。你绝不会是他，他也绝不会是你。你们不一样。
怎么了？王主编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实在抱歉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你不明白，我是他报社的主编，我真的找他有急事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今天请回吧。哎，李小姐，哎，这有什么事吗？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今天去到报社的时候，他们把我办公室的东西都清空了，还告诉我被解雇了。这里面没有什么误会。如果你买了今早的《江城日报》，就应该看到我们刊登出来的声明。你在江城梦魇案件的报道中，做出了与事实极为相悖的推论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警方的调查方向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后果。因此，报社决定开除你，并在声明中对袁不解先生郑重道歉。可我写的都是事实啊！当年老鬼山监狱那场大火，黄确实是。冰冰，你的记者生涯已经结束了。李小姐，感谢你曾经对报社做出的贡献。白灵溪小姐现在公事缠身，没办法抽时间见你。那你帮我转达她一下，这件事是关于她父亲的案子。白灵溪小姐说了，她没有空见你。你好，我是江城警局的陈司探长，有些问题想问你一下。现在关于方先生的事，在白家是没什么人敢提的。之前明明都跟小姐订婚了，那么好的一个人，他们说好像因为犯了什么案子被抓起来了。小姐昨天好像因为他的事发了很大的脾气。在你的印象里，方医生跟白小姐相处的过程中，两个人都会做些什么？两个相恋的人在一起能做些什么事啊？方医生对白小姐很好，经常会送白小姐一些礼物。什么礼物？都是些鲜花饰品之类的。两个人在白府的时候，经常一起喝茶，听听音乐。啊，前段时间当逃犯的时候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子然，你看看，我几乎将方德生的实验室全搬了回来。我从未见过有人尝试将如此多的药剂混合在一起，中药、西药，甚至是化工品。他已经尝试了成百，甚至上千种的搭配方式。那你有没有搞清楚，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想你从吴楚那儿截获的药品，是他的第一批成品，就是这种药丸，可以碾碎放在鼻烟壶中，效果我们见识过很多次。而之后的一批，则是这些。这些药丸跟霍华德尸检中的药物残留能够相对应上，在精神控制层面上更上一层楼。他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做出这些药，就是为了让我对他的调查陷入歧途。他没有必要这样大费周章啊。子然，几天没睡了？不碍事。我有时觉得自己挺可笑的。方德生会在3天之后被枪决，我就总觉得这是一个最后的期限一样。我想在这之前把这一切都搞清楚，就好像他死了之后，我就没有任何调查下去的动力了。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
木姐，你还好吗？我就是觉得还有一些说不通的地方。关哥，你回去休息吧，我来换你的班。不碍事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是，去吧。白灵溪不肯见我，白府上下也没有任何异常的地方。就算方德生在府上有内应，白灵溪身边也是戒备森严，鬼山监狱更是重兵把守，想要救出方德生根本不可能。这里已经被反复搜查过了，所有的实验药剂都被此人搬回了警局。为什么你还要坚持来这儿？我就是想亲眼看看这里。这里就是方德生囚禁宋岩的地方。正如你看到的，这间实验室里也什么都没有。辛苦你了，关探长。一整天几乎没见你怎么离开过。其实你大可不必这么辛苦的。不会，一想到2天之后就能够把你从这个世界上给抹去，再辛苦也值得。说得好，好一副正派的嘴脸啊！其实从袁不姐跟你们江城警局密切来往之后，我就开始注意到她身边的你们了。永远如机械般冰冷的关探长你，坦白说，你是其中我觉得最无趣的。说下去。2天之后我会被枪决，你可能会觉得很光荣，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。看看你所处的这个世道吧，报了杀母之仇的我的头颅将被高高的挂在悬梁之上。杀了千万人的白梦海却被人顶礼膜拜，没有人会去听我的申诉。法院的侏罗们连核实的时间都没有，就忙着写下了我的条条罪状。关探长，你所谓的正义不过是海市蜃楼。是那些想利用你獠牙的人们植入到你脑海中的一个想法。你也不是什么英雄，你不过是条执行主人命令的狗罢了。奇怪了。他们都说你能够操纵人心，但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一个死囚，跟我这么多年见过的死囚没什么区别。从你嘴里吐出来的那些话，比泼妇骂街好不到哪儿去。
是啊，我怎么可能光凭我的几句话就能让你把牢门打开呢？从小你的家人、老师，以及一切你所敬重的人千百遍的教诲而形成的想法，就像根深蒂固的参天古树一样，要彻底摧毁是不可能的。然而，你知道吗？想要把一个全新的想法植入到人的脑海中，其实不需要彻底摧毁他原来的世界观的。只需要点燃一颗小小的火种，把其余多余的彻底烧掉就好了。判决书下来了，方德生谋杀白梦海、王福、张静、陆一鸣、何优、沈子玲，罪名成立，将在明天举行枪决，消息最晚今晚见报。就这样啊？就这样。那关于犯人的认罪书和当年老鬼山监狱的纵火案，那件事永远也不可能见报。知道了。知道了，就这么简单？你那套矫情的抱怨呢？什么判决太草率了，这是向当权者低头一类的言论呢？方德生被判处决，袁不写获得清白之身，大仇得报，这是个好结局。我能和他单独待会儿吗？睡了你仇人的女儿，很有成就感吧？下次再见到你，会是在明天的刑场上。我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你。你说。在杀我父亲之前，你有为我考虑过吗？明天我会看着你死。还有什么遗愿吗？明日一早，能有一顿体面的饭食，能听一首乐曲，你知道我最爱哪首的？
他已经好几天高烧不退了，嘴里还说着胡话。放了我，救救我！放了我！你终于来了。你杀死沈子陵，是为了方便接近白灵溪吧？我明天就要上刑场了，你就想问我这些啊？和白灵溪订婚，你看中的是他的继承权，但白家军内部派系林立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娶了白灵溪，就能掌握白家的军队？你不是那么天真的人。哎，哥哥，你记不记得小时候，母亲老和我们讲蛟龙的故事啊？你到底想用我的南柯香研制什么东西？妈妈还经常唱一首歌，你记不记得那首歌是怎么哼来着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方德胜，袁不见干什么？袁不见，你冷静点。方德胜，袁不见，方德胜，袁不见想干什么？袁不见，你冷静点。袁不见。哥哥，你实在是太有意思了。你的亲弟弟明天就要上刑场了，你还在关注那些所谓的真相？袁不见，你还要逃避到什么时候？看看我，看看我，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，我是你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血亲。我死之后，你将再次变成孤身一人了。永远。永远。抽烟减寿的，酒鬼没资格说我，抽一根。昨天晚上他对我说，他觉得他做的一切才是正义的事情。我们所认为正义的事，只不过是那些想利用我们的人植入我们脑海中的思想罢了。只要有了这种能力，错的也能变成对的。对，他确实舍不舍，但我慢慢理解他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袁不见，方德生不是个恶魔，他只是疯了，彻底的疯了。植入我们脑中的想法。他还说什么了？说我们的思想是树，根深蒂固，无法撼动。只有用烧掉那些没用的。你又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放心吧，明天就是行刑日了，
他跑不掉的，你就别疑神疑鬼的了。还是说你其实在期望着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真的希望他死吗？他确实十恶不赦，但是对于刚刚找回记忆的你来说，他是你唯一的亲人。你真的希望吗？从方德生犯下第一桩血案开始，他就已经在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。我接受与不接受没有什么意义。哎，这玩意儿到底哪儿好啊？骑马提神啊，不像酒，喝多了断片儿，杀没杀过人都不知道。那倒是。把你当凶手追了那么久，对不住了。没事。白小姐，你放心，现场啊不会出任何乱子的。远不近呢。我想，他肯定是不愿意见到这一幕，所以他应该不会来了吧？袁母姐，你要入他的梦有多危险，你不是不知道，真觉得有必要吗？帮我守住门口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
滚上！杨母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陈思，什么？陈思，有危险！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火种。那么，我们开始改变这个该死的世界吧。这一切是否存在梦境之中，不知黑与白，或是画上淹没了色彩。忽然间我明白，这一切不存在梦境之中，不知黑与白。快来身上触摸这色彩。潜入我脑海，无声的对白，潜入你脑海，在最后的时刻才逃出来。我明白，这一切不存在梦境之中，不知黑与白。快
些色彩。潜入我